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子，我是 Siki。这次要介绍我去宿务菲律宾语言学校3周所带到的行李，非常有用的东西，跟一些是废物的判定，还有当地买不到，最好从台湾带去还不错。还没订阅的，请记得赶快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哦。那我们开始喽。首先，我跟一般人一样，也是上网，我找了一般会带的行李项目表，按照表格丢行李。这时候我也一边上网看别人介绍带什么，一边想着为什么要带着，跟我实际去过学校回来，觉得可以不用特地带这个的东西。文具，上网看大家都说那边的文具很烂等等的，很多人带了立可白、立可带等等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带了一大堆的立可白，我大概带了10个吧，还有补充包。通通都没有用到，最后我都转送给留在那边比较久的朋友了。后面我想想，原因应该是因为我多带了摩擦笔，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修正的这个动作。笔记本我也觉得去学校那边，就是到了学校之后去当地的文具店买就可以，你还可以顺便逛逛文具店。我自己是有多带了 Costco 的那个黄页笔记本，就很大一个那个。另外我还带了水彩纸跟水彩，就是那种块状水彩，是专门画卡片用的。我自己是觉得有用啦，因为毕竟我就真的有画卡片给老师。文法书，那种中文跟英文都有的文法书，因为我根本就后面我发现我就不应该带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不适合我，我就不想看文法，我还带了文法书，我就不知道我脑子装什么啊。不过如果你是就是非常需要看文法书，你才觉得你在学语言的人的话，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带去，因为你有一个中文的，你可以好好的核对你正在学的文法。白板笔你可以带去写字或是画图给老师问英文。他们的笔有时候没什么水，他们颜色也没那么多。便利贴那边只有比较传统的类型，就是那种黄色然后贴着的。透明的比较那种新潮的小文具、小便利贴，那种很花俏的，那边比较没有，至少没看到啦。生活用品，我带了布卫生棉跟凉感卫生棉，因为我的生理浆是爆破系的。另外推荐带卫生棉条，那种导管式的，那个导管式在那边超级难买，不然就是不太好用。如果你有计划参加水上活动的话，你最好是就从台湾带一些，带那种很小的，现在有那种旅行用的，大概一个小妞妞那么大而已。晒衣线，我用来挂布卫生棉跟毛巾，快干浴巾，D 叉叉牌的快干浴巾很好用，很快干。都传说抽取式卫生纸很贵，但具体来说也不知道多贵，所以我就自己带了3周可以用的。推荐你可以带5到6包去用，刚刚好用完。如果你是去1个月的话，就带5到6包。有过敏可能就要多带一点。口罩，我只带了2包的香氛口罩，一盒里面有3个，所以我只带6个，不太够。口罩那里买的话，一次都要买50个，比较少零卖，没有像我们那个花样那么多，就是那种浅蓝色的。上下飞机的时候，1月到2月都还有规定要带，所以可能还是准备起来了。毕竟那边空气有时候很臭，有点鱼腥味。一定要带雨伞或是那种雨伞合并阳伞的伞，天气多变化，男生带着可以给喜欢的女生撑之类的。我自己带了一双拖鞋，还有罗马鞋跟一双塑胶的洞洞鞋。如果行李有空间，可以再带一双浴室用鞋跟2块抹布，一块当脚踏垫，一块当擦桌子的。我朋友一到就去买抹布，他说要擦东西。我就会跟他说，我可能会把不要的衣服丢在那边当脚踏垫吧。他就说他每一件衣服都要，那就只能买抹布了。衣服的话，就是带脏衣服装穷用的，长裙或是一些比较好看的衣服，就是你有时候要出去，你也不能够穿到太破烂。刷牙的那个杯子。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啦，我习惯要有杯子刷牙，不然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泳衣一整套的，我自己带了2套，一套是长袖防晒的，然后一套是那个比基尼。我朋友没有带，然后他就默默去那边的 Speedo 买，然后那边的 Speedo 款式比较多，比较欧美设计风，可是比较贵。如果有英文版本或是日文版本的，或是韩文版本的桌游都可以带去给大家玩。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带英文版本的桌游，因为大家就会因为看不太懂，自己就去搜寻自己国家的 YouTube 教学。酸痛贴布，虽然平常没事就可以常常去按摩，有时候你就是会需要，而且你没办法等，或是你预约不到。就是时间，那你可能就是要靠酸痛贴布。顺带一提，我们的酸痛贴布当时还办了一场交换贴布的活动，台湾跟韩国那边换来换去，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3C 用品，
我带了一个那个在 Pinkoi 买的甜甜圈的国际延长线插头，我觉得蛮好用的。有时候离插头有点距离，配上这个就刚刚好。尤其是双人房的插头是在正中间的，所以就是你会有点尴尬。行动充，我后面蛮羡慕大家带那种小的行动充，就是直接可以插在那个手机下面的，就是很小，而且你又不用担心会掉落，而且你放在自己小包包也蛮适合的。唯一我个人的小缺点，我回台湾有买，就是觉得它的电比较没那么持久。插头，我有带那个蒙 M 牌的插头去用，那边那个有那个自动变电功能，因为它的伏特 range 比较高，如果你会担心你的插头不太能用的话，你买的时候你可以注意那个 V。是不是110V，然后到220V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。我个人觉得它蛮好用的。吹风机我是用租的，这次回来之后代办送了我一台，当做我的生日礼物，因为我下次还要去克拉克念英文。手机绳子手机绳子我真的是觉得一定要买。手机绳子呢，就是你要先买那个你的手机可以放在里面，然后有2个小角角可以让你挂绳子，然后你最好买一长一短，短的是用来就是没事你就把它绑在你手上，然后长的呢是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挂在身上。就是在那边有人就是没有这样子带那个线，然后就掉了手机。就在我短短的3周，我听闻已经有2个人掉了手机。USB 的小电风扇，戴安娜用它省了一大笔的冷气费，限单人房有用，因为双人房你不或是多人房你不能控制其他人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来看它的轮tour，还有它的介绍。这是我的单人房，然后蛮简单的，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。它的电很贵，然后我从这几天也没有很热，所以我就用我自己带的电风扇。这昨天我在 mall 里面买的果汁，蛮好喝的。它肯德基就还好啊，它有这个居然有冰箱，我以为是没有的。然后这个床，它本来这是被子，然后我把它变成床单，因为我觉得这里面这个白色的有点脏。还好我自己带被子。它的厕所最无言的就是它没有干湿分离那一块门，这一块就是没有排水孔，所以这里如果湿掉就是很麻烦。iPad 有的话就带着上课 ，Skyler 就这样子上课，我连文具都不用买了，他就全程用 iPad。其实后面想想，为什么我不这样做？iPhone 很像废话，对不对 ？iPhone 这种事情要讲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在那里没有 iPhone， 因为大家天天都在 AirDrop， 如果你没有苹果，你就不能抓，然后你就会被排挤，因为你没有人想要花流量传照片或是跟你要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要流量，可是大家流量都是花钱另外买的，所以在那里如果你没有苹果手机，你就是一个容易被边缘的，因为大家都在那边抓。医疗人工皮最好是带着啦，猫咪抓破就先用着。金的青汁，缺乏蔬菜的时候喝的，喝了就会棒晒嘛。维生素不太好买，因为种类太多，而且很难看懂，所以我也是带自己习惯。喉糖，我在那边好像第3天还是第4天，喉咙就爆掉了，而且超级爆，整个变破锣嗓，所以我就去那边找各式各样的喉咙药，然后那边最有用、最有效，我们也最认识就是枇杷润喉膏，那边居然还比较便宜，可能是因为美国流行过来，所以比较便宜。但推荐你还是从台湾带那种小包装的，因为他那边只卖那种1瓶没有遮盖的，然后平常都要冰起来很麻烦，所以最好是买那种便携包装袋的，或者是那种龙角散啊。防蚊液、防蚊喷雾可以多带，你也不太知道你在那里是不是很受蚊子的欢迎。这个人类很赞哦，那个脂肪的程度，那个细菌数，还有他皮肤的铺住，哎呦，这个人类我喜欢。安娜还用那个防蚊液就喷满他的门，可是好像还是没什么用。耳塞的话，我推荐耳叉叉。猛插牌的那种很像粘土的耳塞，真的很好用。因为你们还记得那个鸡会一直叫吧？那个鸡啊叫到我室友一直都对我超温柔的哦。就快毕业的时候，就是大概我倒数第2周吧，那个鸡忽然开始每天叫，然后我的室友他忽然超级凶狠的说：“我要把那个鸡给杀了。”我就吓到，我就知道需要耳塞呢。晕船药，你有计划要坐船的话，最好是带晕船药，因为其实蛮晃荡的。食物，
我同学跟我都有带小礼物给老师，所以老师对我们的印象比较好。我当时是有带那种会泡的那种莓果汁去给老师当见面礼。我个人推荐可以带小盒的泡面去跟同学交流交换。生活用品在那边的香皂，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胡萝卜香皂，结果它色素太多，我拿它来洗衣服，然后我的衣服上面还染色。所以你最好挑没有色素的，好像有一个那个艺伎牌的，那边大家都在推荐。具体来说，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美白功能，但我个人觉得你只要香皂挑没有色素的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洗衣服的话，我牙膏、牙刷都是带自己的，我连刷内裤的刷子都自己带，我带那个超小的。一定要说的就是，因为那边空气比较脏，所以很容易脸上长东西。你最好是带你自己习惯的洗面乳，最好是那种清洁功能你觉得比较 OK。物价相比下来，大部分的东西是6折。你的生活用品最好 mall 那边，然后的生活用品区先买一些，然后等到之后你觉得 OK， 你再多买。如果你住的比较久啦，如果你直接去学校旁边的那种小卖部的话，就折扣没有那么多，大概就是85折的感觉，因为它是零卖嘛，所以比较贵。好啦，我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这边是我带行李的部分，我是林子。然后如果你看到这边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加订阅，一定要订阅，真的很长，做这一片很长啊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！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在下面哦，再见。